你没事吧？把他交给我，我便留你一命。别怕，闭上眼睛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不要！乖，听大哥哥的话。啊，我听话，大哥哥，我听话。负隅顽抗。你要自毁神窍！血出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视线。浴火的热烈，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俯视剑下的天夜，为这胜不理解。这一场梦回响，让君者。混沌柱！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混沌柱！大哥哥，快去把宋灵魂打开！丧气要来了！快！我们一起走。你说过你要带我一起走的，你不能骗我。我不要自己一个人。大哥哥，你不要死！不要死！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你醒醒了，大哥哥。你的神魄似有万年岁月之痕，也许另有渊源居住。原来我竟有一魄留在世间，你只不过是本尊残留在人界的小小碎片。莫非我的神魄真与多神有关？为何自存？有欲绝宫给神魄设下禁制。若我死后，神魄遭歹人所获，有着玉铁禁制，能阻其作恶行凶。世间本该清平无有。灵儿，
我便将这一切都归还于你。一剑划破人烟，说千万遍，一往无前，生命所见。我说过，你会回来的。血出剑刺归人，不负天命的视线。别过的人，别怕日月，不畏风雪，俯视天下的真人，为生生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能回首，能记得，也许叫改变。谢学真，原来一直都是你，原来你就是我的大哥哥。既然你把命塞给了我，那你所爱的人间，我便替你好好守着。如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死了，就可以去找你了。到时候你可不要怪我。谢学真，谢学真，你又留我一个人。你终于回来了。谢雪尘以生死换你重生，那是他的命数。不要拿什么命数做借口。若不是你处心积虑，不惜以万仙阵置他于死地，他又怎会以命换命？这一切都该做个了结。想为谢雪尘复仇，不急于这一时。你身体遭受万仙阵死人侵袭，本就虚亏。加之刚刚重获混沌之力，并不能熟练运用，这混沌之力本该与我势均力敌，但此刻你毫无胜算。你不是南虚，你是谁？看来重获混沌之力，依旧没能让你找回记忆。忘了我也没关系。那便重新认识一下。无奈，天命。问雪崖这苦寒之地待得也够久了，我带你回家。这里干什么？你我始于洪荒，生于混沌，在神域相伴数万载，过着只有彼此的生活。可如今却相顾无言，你甚至视我为仇人。可真是讽刺啊！你说的这些，我都不记得，我只记得你害死了谢雪真。
不记得也无妨。天命不可改，无论过程如何，结果都是殊途同归。他人于你我而言，都只不过一瞬。只有你我是相通的，永恒的。我只是穆玄灵，我从不信命。有的一生很漫长，有的漫长也不过一瞬。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。我从不稀罕永恒，也绝不会与你相伴。听完这人世间，只要二人成婚，便是约定相守终生。今日是你我二人重逢之日，也是天赐的良时。今日成婚，再好不过。我不愿，我心中所想所念，仅谢雪晨一人。无论生死，也只可容下谢雪晨一人。成婚之事，不在于你想不想，而是一定要。这是何地？童术士，自真真人，紫环道长。那些羽化的玄门宗师们竟然都在这里。凌霄，师父，万幸，临别之际能等到你入此地。师父，你为何？师父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且听我言。此处乃是福音石海，你方才所见的10万鬼魅人俑，每一个人俑都是一件容器，里面储藏了福音的真正力量。自我将福音封入体内，数百年来，福音力量不断与我搏斗。为了阻断福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我遂在此处封印了福音力量。但这10数年来，不断有外间的力量源源涌入此地。如今，我只能将这10万人俑完全控制住。万不可再有其他力量打破这种平衡，否则福音将破封印而出，彼时将再无人能制衡于他。师父，所以你是在此等我？我未曾等你，我只是在等一个希望。你碰巧来了，便是玄门与苍生的希望。凌霄，稍后我会化作一种灵力，融入封印，用性命镇压福音。我会为你开辟一条离开的道路。你踏上此路，离开这里，务必要做一件事：毁掉护心林。护心林，福音欲借护心林之力打破封印，毁掉它，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。
应我，答应我！师父，师父，凌霄，务必完成师父所托。护心令，颜回。这就是青丘了。云溪，我终于送你回家了。此次青丘之祸，多亏你出手相助。长兰如何？他自尽了。这事情已经过去，但就算这次我们重创福音，但是祸根未除，终是大患。现在看来，只有你的玲珑之火，才可以彻底消灭黑气。我知晓你的意思，我也正有将身体尽数取回的打算。自我龙魂从复魂墓中挣脱，我已取回龙骨、龙角，还剩2处。3日之后，我便会启程，前往封存龙金之地。在何处？3重山中，长天剑下。3重山位于玄门地界，如今黑河玄门也都是重兵把守，你要渡河的话，也都是困难重重。我有一物，应该可以帮助到你。这是青丘国主印，应该可以帮助到你隐秘渡河。国主光印如此于我，恐怕不妥。没什么不妥，天下大局皆系于你身。如今玄瑶局势剑拔弩张，未免2界大战，让福音的势力增长。我也不可能派人大张旗鼓地帮你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归来。多谢。大国主，我是凤公子，仙哥跟我提过。怎么了？来了一个人。何人？陆公子，进来吧。罪人陆木生，叩拜大国主。起来吧。罪人粗鄙，有幸得到大国主长柱云溪公主的青睐，可笑纵然7尺之躯，未能保发妻安危。我本欲与其共同赴死，以报白发之冤，然思其守秋之意，故扶柩归山，
希望允熙能够魂归故里。这是和我，这是我与允熙成亲的时候交换的结发香囊，这也是他在这个世间留下的唯一痕迹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保住。杀死云溪的仇人素影，已经被玲珑天药钉死在广寒门主座之上。罪人无用，辜负冤盟，而今心如槁灰。纵使余生披发险阻，不过劳怀罪己之念。唯有一命，但凭大国主定夺。你等家事，我等不宜多留。天耀，允熙愿意嫁你，便是真心喜爱你，我不会杀她在乎的人。陆公子，你起来吧。杀害云溪的是素影，不是你。我与云溪实际在相恋，我却没有能保住她。苟活至今，我对这世间已经毫无眷恋。陆公子，谢谢你送他千里归乡。如果大国主不愿赐我一死，还恳请国主让我留在青丘，让我用这残喘的余生，守护云溪的衣冠冢。你是允熙的亲人，青丘不会杀你，也不会赶你走。若你留下，你可以住在允熙以前住过的地方。谢国主。大国主，云溪公主在永州亡故，我叔叔凤鸣是素影的帮凶。当初我未能阻止。你是在担心我对永州与凤家心有记恨吗？国主对凤家该当如此，但永州百姓不该因玄瑶争斗而伤了性命。事情起于素影，也都止于素影。你走吧。大国主仁义无量，可凤家余孽未除，我心难安。从今以后，我凤千硕愿将花豹势力交与青丘差使，凤家后人发誓世代守护青丘。雪莉，你有看到云溪吗？若将来我们再见面，你会不会怪我没照顾好我们的女儿？
玲珑天药，我要将这身龙鳞铠甲物归原主。龙鳞铠甲无护心灵，虽无法让你长生不死，却可以维持你的性命。若没了它，以你的身体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这便是我求之不得的命数。如今素隐已经被钉死在广寒门的主座上，这身龙鳞铠甲，我也终于可以自行脱下，还于你了。如今我终于可以孑然一身，安然的长守云溪了。你要走，和颜回一起？他会留在青丘，我或许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。这段日子里，我明白，她是贤哥的好姐妹，我会在这段时间里也多关照关照她的，放心。不必麻烦，她自己会过得很好。我只想说，此前我以她的名义入伙你的花豹，若有盈利，请你记得，莫要亏损了她的。我不在，她有钱花，也能开心些。天瑶，你对燕回的情谊，我能感受得到啊！可你这，你怎会认为我是短缺他人钱财之人呢？啊！我凤千说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我堂堂君子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！花豹的盈利，我会一分不差的给到他，大可放心啊。如此甚好。有劳了。你也太小看我了啊！男人最有魅力的是什么？是诚信。风公子，不好了！风公子，我找你。稀奇了，这平日不见人，今日人人都来找我，所为何事啊？感情的事。激情吗？没有。哼，那看来你也没什么经验。再见。哎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我要和幻小妍求婚了。那你说会不会拒绝啊？会。啊？那虽然不知道你们具体什么情况啊，但我感觉那个小丫头片子情势未开，估计难。再说了，你那么幼稚，有哪个姑娘愿意寻找比自己更幼稚的人在一起呢？也对啊。不，那你的意思是，笃定我会被拒绝吗？悬。罢
了仇，了了愿，感觉我这换妖戒指都更亮了。找你半天，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找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找找。我以为你报完了仇，就招呼也不打一声，就走了呢。我是打算走啦。你真打算走啊？你这么惊讶做什么？我现在可是幻妖女王，肩负一族兴旺的大人物，我当然得四处转转，寻一风水宝地，重振我幻妖一族啊！风水宝地，我青丘不就是吗？嗨，青丘那不已经是你们九尾一族的地方了吗？不，那我们青丘也有其他妖怪的。那你是打算送我块地吗？地，我得要好大的一块地，先是给我逝去的族人立上碑，再招揽天下人才，教习他们幻妖大法，延续我幻妖血脉，从此世世代代生生不息。得有好大的一块地，天下人才呢。地，送地。我现在还没这个权利。哎，不过你今日护驾有功，我愿勉为其难将你招至麾下，辅佐于我，待得日后。停！我一个当女王的人，你让我对你俯首称臣，我谢谢你的恩惠，不必了，告辞。别送。哎，做什么？你要不还是留下吧。我是幻妖一族最后的血脉了，我不会给别人当臣子的，明白吗？不是当臣子那种，送地那种。对。也不算对。到底是哪种？就是等我真正顶天立地，足以撑起青丘之时，你来做王后那种。啊？这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大事，这次是一件大事。阳间的事还是阴间的事啊？是我的大事。你说怎么会有人这样跟我说话呢？我吓得直接呼了一巴掌就过去了。可是我又觉得自己好像做的有点过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好烦、好乱、好慌张啊！烟魂，这事你有经验，你赶紧给我出出主意吧。秃头的事吗？我是说成婚的事儿。成婚？竹离他说他要娶我。竹离真这样讲吗？我的头发。哎，那竹离早就对你有意思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，你慌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想过，我乱得很，不行吗？我算是看着竹离长大，这混小子要是能主动说出这种话来，定是很喜欢你了。能这样被人喜欢，真是令人羡慕。你要不就考虑考虑吧？怎么考虑嘛？考虑你喜不喜欢他呀？我又没有喜欢过人嘛。不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。这事啊，要考虑清楚再决定成不成婚，是很严肃的事呢。那当时你跟龙主成婚的时候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们成过2次婚，都是情况所逼。来不及考虑。当然啦，我现在也不后悔就是了。反正当时你跟龙主成婚的时候，我觉得可麻烦了。那是自然，我们青丘规矩，一生只许一人，婚礼之事乃重中之重。青丘婚礼6事：相看、问议、下聘、喜着、请期、迎礼，一个都不能少的。还有那个什么写婚书，感觉写那个东西也挺麻烦的。我们青丘并没有写婚书的规矩。没有？这事儿我听严先生说过，他说这是龙主自己的心意。自己的心意？
书上没了。你逆着方向，说起来，我看不清婚书上写了什么都还不知道呢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喜今日，嘉里出城，良缘永结。补他年，比翼连枝，白首永偕。红绳早谢，花好月圆。且待青山烂，江水枯，白首不相离。玲珑天要立书为证，福愿娘子宴会，喜乐千秋。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。这个巨嘴葫芦写的比说的好听。情难弃。燕辉，今日没去治头发？蒲芳治了1天了，可有进展？长了一些小绒毛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龙鳞铠甲，陆木生还给我了。龙鳞铠甲，那个书生，他来青丘了。他为云溪守衣观众。啊，你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恨意。我与素影之间的恩怨虽因他而起，但也始终与他无关。对于这个凡人，谈不上恨意。如今，他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。素影为了一己私利，机关算尽，作恶多端，可最后也没能如意。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多了几分愉悦。哟，千年玲珑还学坏了。近朱者赤。哎，你收东西干嘛？刚好，我正要去寻你。打开看看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有，再看看。好刺眼啊！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不对啊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会打劫青丘国库了吧？
我活了1000年，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积蓄的。那你之前那么穷，还要管我姐妹借银子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之前不是落难了吗？但这些你都给我了。全都给你的。你不留着一点，以后万一又落难，背着又……不需要，你留着开心就好了。我离开这段时间，如果钱不够花，就去找风千说，他会给你。他会给我，他能给我多少？不对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继续找回我的身体。我知你不惜奔波，你可以在青丘等我。燕辉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回去收东西，陪你一起去。你要同我一起？可是路途危险，那更要携手共度。就这么定了，这个你拿回去，等我们回来一起画。怎么了？我研究了一种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发针法。今天不是才刚治过了吗？一针能长80根。哦，真的？试试啊。你这真的管用吗？信我。那个西风之前在你们陈星山如何呀？小师弟嘛，陈星山普通的4星弟子呗。啊，你怎么能说他普通呢？不普通，不普通。小师弟医术高超，乃陈星山第一圣手。那你就不好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我好奇。啊，好奇啊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那我就告诉你吧。在不久前，我偷偷渡过黑河，去三重山采药。你什么人？你别过来！哪里来的妖怪？你不许过来！你这药壶还挺不错的。你这玄门弟子，摘的艾草也挺不错的。你竟能看出这是上等艾草？哎，莫非你也需要过来？我只是来山中寻药的，我不会为难你的，你也不许为难我。我们各走两边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可以。那你先走。你先走。你先走。一起走。好。哎，等等，那边不能去，那边是。不是说好各走各的吗？你别跑那边啊！你别跟过来！不是，那边危险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他是为了怕我掉进那个阵法才追上来的。我们在里面相爱相杀，然后呢，你们又逃了出来，然后呢，他又把你放了，又没有杀你，于是呢，你就喜欢上他了，是不是呀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莫非他与你提起过我？话本里的老套路啦，不用猜都知道。哎，不过你给我扎这么多针，不会更秃了吧？你本来就秃，你嫌我烦没关系，你不要让我知道，更不要告诉我。我要是知道了，就像刚才那样，每一针都给你下狠手。你狠，你真狠。我好想知道他在哪儿啊！见什么样的人，
说什么样的话？以前凡人戏里唱的“相思似毒”，我不明白，我现在彻底懂了。我好想他呀！我那西风师弟，他也喜欢你吗？我喜欢他，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单相思啊，你好勇敢啊！我这次来就是告诉你，你这个治头发的方法开始了就不能停。啊，你是想用我的头发来威胁我，让我带你渡黑河去见我师弟，可以吗？不行，玄门危险重重，我不能带你去。你不管你的秃头了，这2件事它就不能相提并论。燕回，我能治这世间百病，却治不了自己相思一症。我知道这不好，但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啊！爱是需要忍耐的，你先忍一忍，毕竟活着才能爱。黄小燕，你之前不是说要离开青丘，去寻一个风水宝地吗？我这都又要踏上寻龙参的路途了，你怎么还在青丘？我还得再多留2天呢。去看看那个山川记录，说不定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呢。哎，我帮你去找。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，我去找毛笔镜艺人就行了。贤哥，可有我师父和白晓生的消息？放心，一有他们的消息，我会立刻通知你的。话未遂了，找人没那么快，你也不用太着急了。失去了独家秘宝，对你的事业来说也算是重创吧。坚强点，挺过去啊！您这话说的，好似这对你的事业来说并不算重创一样。你我啊，一人一半，风险共担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谁要跟你风险共担啊？看来你还不知道啊，天要用好些金银财宝换了你，入股我花豹的。还有这事儿？燕回，自从2界交武以来，玄门就重兵把守在3重山，那边不平静，你们行事千万要小心啊！你们不用担心，我阿爹嘱咐过我，静待龙主归来，若是遇到危险，我们青丘拼上一切也会保你们平安的。好，多谢。难怪你之前让我找风前说要钱，你什么时候？此前亏欠你太多，这些身外之物，若能弥补你万一，便够了。你管这叫弥补万一呀？你以后若是想对我好，不用藏着掖着。好。到黑河了，我们去砍些竹子吧。不用砍竹子。陈毅给了我此物，它可以帮助我们。只要我催动光印，眨眼便可渡河。还有这种好东西啊？只有一个，青丘国主之物。赶紧渡河吧。胡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胆子真大，这都敢来。天，送他回去。我不回去。行了，你别闹了，就凭你这本事，来送死的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我觉得至少你是理解我的。演什么苦情戏啊？你以为这样我会让你过去？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我就是有同情心才让你回去的。我说过，活着才能爱，你知道吗？我见到他就回来，顾九龄。没事吧？不能让他到处乱跑。不知他往哪边去了，我们分开来找，一定要找到他。
小心。